没分清楚哪边是天，哪边是湖吗？轻轻松松，so easy。25年滇藏自驾游第6节，离开色林错后，我们来到当日雍措，这是得嘞，我这是得嘞。继续开着410前进，环湖，邂逅漂亮的晚霞，还有藏野驴，和高原勇士共进午餐，享受最野性的自驾时光，晒最烈的高原太阳。蓝天白云，还有雪山。路在轮下，景在窗外，快乐在路上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前进。哇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真的很漂亮，好吧，航拍飞起来！这里是西藏阿里当日雍措，难。真的难。我宋哥在上集结束了色林错的行程后，在尼玛县休整了1天，随后便沿着607县道、国道317，再走265省道，全程300多公里。导航显示要1个小时才能到。这一路也是错。这些错是真的都很美很难，特别是张乃错。当我从湖中穿过时，最美风景都在路上，含金量还在提升。来这里我们是算了时间过来看日落的。哎，大爷，好巧，又遇见你了。好，我们就从这边走吧。这里是当日雍措湖边的吉松村，一个还没有完工的观景台吧。我们现在围绕着它这个栈道走，但它这个栈道很奇怪，其实，修的不对，它始终都是2步你就左脚右脚左脚，多走2步我都不会走路了，这设计很奇怪。这个牦牛死掉了。哇，这位置太酷了！现在太阳对着晒，感觉我都晒黑了。什么？宋哥在这里，宋哥，你站起来。太矮了，看不到你。它这边两边都是高山嘛，然后这边就没有什么风，没风就好。你们是不知道啊，阿里的风是真的能把人刮疯了。清楚哪边是天，哪边是湖吗？我走了很多地方，看了很多的景。你要问我哪里最好？我会说，没有高反的阿里最好，那是一种岁月静好、不被打扰的体验。藏族人把湖叫错，纳木错、羊卓雍错、马旁雍错，这些错我有幸都没有错过。也正因为错那么多，这一路才注定一错再错，错进一片湖，再错上一座山。这里不缺信仰，你会看到一路叩拜转山转水的人，但我为风景而来。当时雍措地理位置就决定了，我们可能一生只会来一次。这也是我做视频的初衷，这不是我们也只活一次吗？所以我试着把这一路都记录下来。由于当日雍措四周全是高山，夕阳还没到最美的时刻就戛然而止了，稍许一点遗憾吧。
啊！起风了，起风了，我们得撤了，不然要被刮风啊！高原就是这样子，走两步都喘啊！来，我们看一下他们当地人垒的这些羊圈、牛圈，全都是就地取材。来，我举高一点，看一下。什么？这要点时间啊。你走嘛？对，这是老的后面，真的。我们今晚就在这里坐车。这里是村上的一个游客中心之类的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启用，因为还没修好吧。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吧。好惨哦！一般游客是直接导航去文布兰村的，那边有酒店、有餐馆之类的。我们是误入这里，对，误入。生活走了。对，我这边到的是环帮人用错湖。好，走，出发。跟你们说一下啊，这边的紫外线太强了，真的是从早上8点钟就是一直的晒着，皮肤裸露在外面的话，都感觉到，就感觉到有点刺痛。然后我也是今天第一次擦上了防晒霜，不知道你们擦防晒霜，怎么样啊？反正我总感觉怪怪的，擦了防晒霜，说不出来，怪的。我为什么要擦防晒霜？之前其实都一直来西藏或者新疆、云南都没有买过防晒霜，然后在西藏那边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，我去，宋哥居然擦防晒霜，然后一问他说，他们每天都擦防晒霜，我感觉我自己，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啊？特别是在阿里这边来了之后，我感觉每天都是一天比一天黑。宋哥，你相机盖都没打开。哇，太蓝了这边。怎么样嘛，宋哥？伤不伤啊？今天擦防晒了吗？擦了。宋哥每天都擦防晒的，会保养。老是老了，但是还是要保养一下。对，老是老了，他也保养。好，我带大家看一下啊，当日的雍措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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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当日雍措环湖全程有240公里，按路程是需要驾车一整天的，全程2/3是非铺装路面，不建议小车前往。当然，如果不是环湖，一般是从景区北大门入，再到文布兰村，这段路小车可走。市区车的话，可以继续前往象雄文化遗址看看。我们原本也是这样计划的，结果误打误撞跑了个环湖。你还别说，风景是真漂亮，驾驶感也超爽，这是其他圣湖所没有的体验。Go！ 这个路确实有点陡啊，而且很多地方它是。当然，环湖路，特别是这里旁边正是悬崖峭壁，还有西藏最深的湖，加之还没有护栏，你真的得小心点。怎么了吧？咱们什么？这个坡度太陡了。哇，一档喽！要冲！这个位置要手动挡啊，自动挡车不好冲啊。看吧，其实有点陡的。
其实当了雍错环湖，我建议你还是要四驱车硬派的，像这种轻客或者是城市 SUV， 我不建议来，至少会有车损的可能。重新来。看吧，熄火了。像这种情况，松哥一路上发生了3次，他算是技术好的，真的技术好。冲！哇塞，牛逼啊！因为它这边高原地区发动机其实没劲儿啊，我这车也是这样子。平时这种坡在我们内地的话是没问题的。好，我们冲，我们也要挂在手动挡，然后 M1上去。哟喂！毛雨啦，好的，上来了。蓝天白云，碧水风光，还有雪山，太漂亮了。当日雍错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尼玛县境内，海拔约4530米，是西藏著名的圣湖之一，也是西藏第4大湖。其水深最大深度超过200米，是西藏最深的湖泊之一。在西藏能被称之为雍错的湖，都是各具特色的，而当日雍错却有着不一样的身世。当日雍错是西藏最古老的宗教雍中本教的核心圣地，被誉为本教的圣湖。它与对面的达尔果雪山一起被信徒视为神山圣湖。不知不觉开到了中午，我们在找地儿做饭呢。他们正在种青稞。烧点还是可以啊。我们被狗子包围了，他们都想着吃。这边很多这种野兔的。本来我还担心这些狗子吃什么嘞，但是你看这么多兔子，吃的比我们好哎。左手边的山好看，右手边的湖好看，哎，就是中间的路不好走，全是搓衣板路，都是搓衣板路。那有藏野驴，哎，藏野驴，来看这个犟驴。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啊，在野外看见野生动物，就莫名觉得兴奋。对，兴奋。人真的很奇怪，其实当我开这段路的时候，尘土满天，真的没觉得有多好的体验，因为当时车都不能下，全是灰尘。这段属于当日雍错的西南方向，当时想的就是赶快开快一点，但是现在看这视频，真的又让我心生向往。我喜欢独自旅行，最主要的原因是看见美景时，我可以说下车就下车，说拍就拍，这是一种很自由的体验，真的。遇到合适的人就多说2句，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就走远一点，就想活得简单一点，这应该算是美好的期望吧。啊，你们看一下啊，这边晒不晒？看我的手，已经晒脱皮了。已经脱皮了。
就今天穿个短袖嘛，就脱皮了。俺娘买个那个大眼口帽，真的，不然你经常那个地方都要晒脱皮哦，真的。就是，现在只有新疆去买了噻。你看我们都全副武装的，出来帽子看到没有？对。戴。这水太难了，太难了。蓝天白云，白云。送我走了，快点儿，不等你喽。怎么了，兄弟？补胎的真的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啊，哎，那怎么搞？没有，我朋友他们在前面，哦，要不要可能回来1个小时。他们回来1个小时啊？对对对。补胎都没有。没有，那没有的话就你就往前走就行。我想有的话我就用一下。车胎扎了。要不要水啊？有，水有的。我怕你在那渴啊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没有。视频加速。这里我认为是最好看的了，也是驾驶感最舒服的路段了。我们确实没想到这个湖看着不大，可开车转下来要了我们1天的时间，对，1天还不够。用宋哥的话就是妈哟，这个湖啷个那么大哦？兄弟，这次我是专门带你过来看的哦，下次我再也不跑了。对，那个知道那个知了，说明那个下去就是那个洞窟了。哇，这个现在日落还很漂亮的，我跟你讲。结果现在快下山了，所以我们得快点，观景台没了，风景也快没了。怎么赶都没有赶到最美的时刻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在文布兰村租车。我们现在去他们这边一个象雄文化遗址的地方去看一下，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在以前的时候是很牛逼的，很牛的一个地方。现在到了象雄琼中遗址这边，宋哥之前他没来过这边，但是他来这个湖看过。现在到这个湖来了4、5次，但是从来没到那个象雄琼中遗址来过。这个大日雍措这个湖啊，是全国第2深的湖，最深处达到200多米，这很牛逼的。它琼中遗址这边之前的行政管辖范围是很广的，一直到达10万多平方公里，对，到达扎达土林这边去了，对，所以说应该是很牛逼的。我们去看一下。啊，怎么了？睡不了了，听到了。海拔多少？海拔就4700。4700，这地方爬起很累啊。不是网上说的吗？要出来玩，趁年轻，老了能去哪地方？老了跑不动，对，老了啥事都干不了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要年轻，趁年轻的时候出来，不要想到等退休，是不是？是吧？
这地方谁来的船啊？你看不到椅子，那么我们只能发挥想象。象雄，这个在汉文史记中被称为杨统的古国，曾统治青藏高原近1000年。在松赞干布统一西藏之前，象雄人已经创造出了独特的文字体系，建立了完整的社会制度，并发展出深邃的宇宙观。尽管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吐蕃所灭，但其文化基因却深深融入了西藏血脉。今天的藏历、藏衣，乃至诸多民俗仪式中，都能找到象雄文明的影子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藏传佛教与本教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可谓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本质是印度佛教与本教深度交融的西藏特供版。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，藏传佛教是顺时针转经筒，本教就是逆时针。我也是后期才知道，所以我们这是还佛是反了的。幸好我们是看风景，对，看风景。